记得迪迦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吗？除了大结局之外，唯一的豪华双篇章待遇。故事的开篇就直接惨遭删减。没错，可以看到咱们童年的原版是一个影子缓缓随着镜头移动，逐渐把机器人的轮廓推到全景。但现在经过删减之后呢，大家就看不到机器人压迫感满满的这个片段了，包括女子惊恐的画面也没有了。而是直接过渡到了这个机器人的出现画面，只能说比较可惜，毕竟也是体现老远古镜头水平的一段戏份。总之，虽然这边深夜首都突然出现了一批假面骑士四处游荡，但重头戏却是身在太空的丽娜正在进行 Max 动力系统的测试。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架白雪号巨漂亮，这个 Max 启动时引擎的七彩闪烁以及喷出的彩虹尾流让我记到了今天，确实是很有想象力。但不出意外了，动力过猛直接导致失控，队长立刻下达停止的命令，但吉冈局长却持不同意见，于是护崽的纵方就和八尾博士刚了起来。几人没争出个所以然，但可以初步窥见这种新的力量的强大与神秘，为后面埋下了伏笔。而丽娜充分发挥了其真王牌驾驶员的实力，成功记录了数据，但在返航途中妖兽了，居然在太空看到了 UFO， 再近一看好像是个岛，但眨眼间就灵异的消失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称之为灵动岛吧。基地那边探测系统没有反应，于是大伙都觉得丽娜你是否清醒？太累了，赶紧回来休息吧。基地那边八尾博士也挺实诚，直接说了新能源对人体有没有影响还不知道，但同为超级科学家的绝景对这种模糊的说辞却非常不赞同。八尾博士也就直接洒脱的溜溜球了。而作为真理对交际花的大古则对博士的研究相当感兴趣，这里也是大古第一次对这种力量有了不一样的认知。不是力量，是光谱。这是随着大古在地下偷偷摸摸乱窜，视野不断清晰，一艘异常巨大的飞船展现出了其冰山一角。大古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而 Max 动力系统的具象化设计也同样狠狠地吸引到了当年的我。躲在后面的八尾博士也露出了会心一笑，原来是个傲娇。入夜之后，巡逻的最佳拍档二人也遇到了这个来历不明的钢铁侠，似乎是想要滴滴打车，但星辰直接打面，一枪给他扬了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玩意居然是空心的，简直就像是未来黑科技。于是又发扬了 TPC 传统异能。那天晚上之后，在首都的中心地区，陆续发现了很多来历不明的机器人，都被胜利队收回基地。过来，再过来一点儿。好日常啥玩意都往基地里塞，环保这块是拉满了。而就要在进行动力试验的前夕，铁甲小宝直接医学奇迹。而大古那边向丽娜请教，到底啥是 Max 动力系统？原来是利用质子与反质子相撞，利用光作为推进力。听不懂没关系，说明你和大古一样帅，因为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不过好像很厉害。大古，你念书的时候是不是物理不及格啊？对，反正他也没听懂。总之就是基地那边紧急集合，原来之前丽娜看到的灵动岛不是错觉，是真的。而且显然对方不是很友善呢，直接就开始了对地打击，一个雷顿麒麟直接就算是宣战了。作为超级莽子的星辰自然是忍不了了，开着1号小燕子就冲着岛去了，于是触发了防护系统。假面骑士4载摇头晃脑的直接奔着飞燕号而去，王牌驾驶员星辰就太空坠机达成。这个逃生舱我印象很深刻，感觉特别精致和科幻，还有点可爱。于是总部这里，泽井总监宣布了高层决议上让全新母舰，也就是亚特迪斯号正式反击。当绝景追问博士造船的真正目的时，我坚信他能维护地球和平。我想听你跟我说实话。这是因为我从小到现在一直想做一艘谁也没见过特别大的船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这个浪漫而真诚的回答触动了绝境，也是让两位科学家真正的达成了和解。而刚回来的星辰听说要出击，直接摩拳擦掌，哎呀，好极了，这回能坠个大的。而出击前的这寥寥几句话，把每个人的性格简直刻画的干练而精准。新的系统还不太稳定，我看我们还是用平时用的武器应战吧。什么话呀！机械岛的装备威力十分强，我们要用一用啊。测试可以在和平时期进行啊。可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建新系统了。正此时收到了基地被入侵的消息，绝景直呼不可能啊！不过讲道理，胜利队的内部防御堪比光之铎那嘎达，基本属于外星人跳广场舞的公共地带。而基库这边更是入侵重灾区，但根本等不到解决这边的麻烦，新宝岛的对地打击进一步加强了。而这里的爆炸系统也是使用了第3集恶魔的预言中的内容，之后更是成为了祖传宝贝素材库。事态紧急，大古提出断后，大伙便顺利登上了亚特迪斯号。虽然说大古这集是杀疯了，不知道拿了多少杀，但重点还是放在这艘亚特迪斯号上。伴随着全剧唯一一次的专属 BGM， 这艘超级战舰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。不得不说，这母舰的设计别说那会儿了，就算是放在现在也是科技感满满，毫不过时。要知道当初这集的剧本在96年那会儿就定的差不多了，之所以推迟到97年播放，就是因为这艘母舰的设计并不明朗。只能说当初那个破釜沉舟的远古实在是有着令人感叹的工匠精神。最后这段亚特迪斯号的出舱必须展现一波。
控制系统加速中。而随着亚特迪斯号的启动，这些个铁甲小宝也直接开始了暴走模式，给基地活生生的撞裂了，并且在外面迅速合体。哥布纽机加闪亮登场，与此同时，大国开启了第一次海中变身。但尴尬的是，虽然迪迦严阵以待，但是哥布纽完全不理他，甚至直奔着基地而去。迪迦直接奥特疑惑，好家伙，无视我，我去，直接主动出击。但哥布纽的力量显然十分强大，而且因为没有痛觉的原因，所以迪迦的攻击基本属于零作用。但哥布纽对迪迦的打击可是实打实的伤害呀！不过这一幕好像有点莫名的哲学气息。鸡哥不要啦！而这边苦战的时候，亚特迪斯号也成功接近了新宝岛，并且向其倾泻了包括德拉克炮的所有火力。但要命的是，显然目前的火力对这个神秘岛屿完全没用，直接陷入僵局。迪迦这边也是再一次变换为 VIP 快乐形态，虽然占据了上风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哥布纽是没有痛觉的，因此一个小小的失误直接让迪迦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，甚至伴随着哥布纽眼睛计时器的闪烁。不会吧？会的，兄弟。正如野瑞分析，显然是他启动了自爆程序，伴随着自爆程序计时声以及旁白略带沉重的解说，迪迦始终没有挣脱机器人的束缚，似乎是向着屏幕前的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。回顾第19集《奔向宇宙》上篇，这是迪迦中第一次将叙事矛头对准宇宙层面，并且正式引出了光与力量的联系，更是登场了白雪号以及终极母舰亚特迪斯号，尤其是 Max 动力系统为后来的戴娜奥特曼所继承，甚至探索宇宙这一宏大的主题也同样被戴娜全盘接受并且发扬光大。而机械岛所展现出的莫名攻击性更是让人浮想联翩，很难不联想到黑暗森林法则。现在大伙可能已经有所意识，但是在30年前就开始对这种概念进行挖掘，不可谓不超前。而这一系列针对性打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点赞关注，我们迪迦下期再见喽！